大家好，我是麦香牛奶蜜醋，欢迎来到了频道。今年 AMD 处理器在移动端可谓是来势汹汹，此前测试的搭载 7845HX 的魔霸7 Plus 以及搭载 7745HX 的 R9000P 都取得了不错的表现，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也就转向了 Dragon Range 的最高峰 7945HX。但是无奈于此前这颗旗舰处理器一直都被华硕独占，绑定了高配的4080和4090，因此我一直在观望，直到机械革命终于再一次出手，也才终于有了这一期视频的主角骁龙16 Pro。然而看到标题，大家应该已经多少能够猜到了，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对于这一台搭载 R9 的性能猛兽并不是无脑推荐，甚至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台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的笔记本。R9 7945HX 表现究竟如何？骁龙16 Pro 又有哪些问题？让我得出以上的结论。看完本期视频，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照例展示一下机器的基本配置，有需要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首先来看看外观外设部分，骁龙16 Pro 的外观算是机器一个重要卖点，纯白的 AC 地面颜色非常正点，和黑色尾部键盘的搭配，颜值上确实惊艳。这个设计致敬的是谁？我想大家应该一眼就看得出，但是革命能够致敬的也就只有设计了。拿在手里，金属的 A 面和塑料表面有相同的涂层工艺覆盖，虽然手感细腻，但是喷在金属的 A 面上还尚可。到了 C 面塑料的部分，廉价感就掩盖不住的扑面而来，尾部的黑色塑料更是质感垮塌。就我个人直接的观感上，整机质感对比 R9000P 都要差出一个身位，更不要提碰瓷今年的质感天花板 G1676630了。可能会有观众质疑我对于它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外观都已经放在这儿了，即使主观上不想，但是我也实在是很难不拿它去和戴尔 G16 去对比。而另一方面，既然选择了全白的机身，必然会吸引来像我这样的颜狗。渲染图放出之后，我对它的期望值也是非常之高，但是到手之后证明，宝龙达把这个 C 面的白色做得非常失败。白色本就是一个很考验材料质感的颜色，如果用了塑料还要做白色，就还请直接用白色的塑料来做，不要在塑料上喷漆，更不要为了所谓的一体性，在塑料上用原本应该放在金属面上的涂层。这种搭配只会让塑料显得更加塑料，属于远看颜值很高，但是一旦拿在手里就完全崩塌。而这种只可远观的反差，进一步凸显出了质感的不佳。而除此之外，骁龙16 Pro 还有一个震撼我的点，如果是频道的老观众应该知道，我个人其实并没有测试机身强度的习惯，但这一次的骁龙16 Pro 在测试环节已经结束，拍摄外观时，我才发现屏幕是弯的，隔开时与 C 面存在缝隙，我便随手掰了一下屏幕，然后惊奇的发现，整个 A 面从原本的 A 字凸起变成了 V 字，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扭曲了过去。不怕死的我又试了试，发现整个 A 面就像一块橡皮泥板，很轻松的就可以被横向、纵向扭曲，甚至可以单独掰弯一个角。A 面强度差的机器我也不是没见过，但能被随便就掰变形的 A 面我是真的见所未见。而这一点对于后续的屏幕部分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外设部分，触摸板滑动手感倒是还不错，但是我不清楚是不是我这一台的装配问题，点按的时候松松垮垮，反馈很廉价。键盘键程非常短，动作感也无限接近于零，整体手感结合塑料感极重的机身，就等于是敲塑料桌子。键盘布局倒是还不错，小键盘、全尺寸方向键都有，电源键也是单独的，灯光还能指示性能模式，这一点好评。但背光实在是震撼我。原本我对于背光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关灯之后能看得清就行，但是骁龙16 Pro 即使调节到了最大背光亮度，关灯以后也根本看不清，得斜着从键帽缝隙里才勉强能够看到一点光亮。如果不想做背光，可以不要做，弄个 RGB， 然后亮度无限接近于零，别说装饰效果了，连实用效果都完全没有。屏幕部分倒是骁龙16 Pro 的一个长板，机器搭载了一块2560×1600 240赫兹的 IPS 屏幕，ATA64显示面板来自天马，实测色域容积100% sRGB， 覆盖97.2% sRGB， 是标准的高色域屏幕。中芯最大亮度达到了520尼特左右，表现非常出色。sRGB 色准表现也很优良，达到了平均 1.1， 最大 4.6 的 Delta E 表现，只有伽马值略偏，默认46600K， 对比度1163:1。本次照例制作了7000K 色温的校色文件，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在关注后输入骁龙16 Pro 校色文件来获取。不过这台机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便是屏幕的均匀度差出了频道有史以来的最新高度，上方一条亮度对比中芯衰减近100尼特。我还以为是我的测试误差，然而反复多次测试均为这个结果。一开始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正是之前提到的强度烂出天际的，手轻轻一掰就变形的 A 面，原本就有形变，导致屏幕面跟着受压变形，使得屏幕上方完整一条背光出现问题，亮度衰减严重。这意味着金属 A 面不容易形变，能够减少屏幕漏光，改善均匀度这一优势，在骁龙16 Pro 上就是完全的笑话。
不如人意的外观外饰部分到此结束，我们还是来看看远处的性能部分。机器搭载的是 AMD 的真旗舰 R97945HX， 使用了台积电的5纳米工艺，最高 boost 频率 5.4G， 足足16核心的规格，而且并非是13700HX 那样大小一共16，而是实实在在的16个大核，满满当当的32个框框，足足64兆的3级缓存，其实就是桌面端旗舰处理器 7950X 的开盖完整移植，正好对标 Intel 的24核32线程 13900HX。落实到骁龙16 Pro 上，运行 Snapdragon 当然多核心负载时，处理器封装功耗能够维持在122瓦，一半核心保持 4.6G， 一半维持在 4.45G， 最终得分34338分，单核得分1949分，这个表现可谓是相当彪悍了。即使抛开功耗不谈，目前市面上也还没有任何一台搭载13900HX 的笔电能够在默认状态下得到这个性能分数，即使在经过大幅度的降压之后，也至少需要170瓦左右的功耗才能够达到这个多核心性能表现。台积电的5纳米确实恐怖如斯，而在10分钟的压力测试里，机器依旧能够达到33485分的成绩，对比单轮衰减只有1000分左右，已经和我手中这台外星人 M16 站在一个高度了。可以说，虽然单核性能有极轻微的差距，但是在多核性能上 ，AMD 的 HX 这一次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完美适配了笔记本最常见的重负载130瓦区间，对比 Intel 表现出的是完全的碾压之势。可能会有观众在这里提出 AMD 温度高，这一点我在7745HX 那期视频里已经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因此在这里只简单说一句，一个是贴着温度墙的完整性能释放，一个是虽然温度好看，但实际上频率和性能降成狗。如果让我选，我一定不会选后者。显卡性能方面就没有太多惊喜了，默认性能就是4060正常水平，超频也依旧是轻松拿下同配置世界第一。不过 CPU 分数可以看到和7745、7845几乎完全一致，落实到实际的游戏当中同样也是如此。可以看到，在显卡同样为4060的情况下，骁龙16 Pro 对比少了一半 CPU 核心的 R9000P， 在1080P 下帧数甚至是互有来回。7945HX 甚至只有奥德赛、地铁和 CSGO 这3项有明显优势，其余的游戏当中甚至有几帧的劣势。最终综合下来，对比搭载7745HX 的 R9000P， 只有 0.42% 的领先，平均帧几乎没有差别。1% low 帧上，在地平线、彩虹6号 CSGO 当中有较大幅度领先，但是摊分下来也就只有 2.7% 的差距。依次4.0P同样，最终平均帧数差距 0.22%，1% low 帧数上倒是有较大的差别，大部分游戏有一定程度领先，但是在奥德赛和地铁离区里出现了严重的帧数波动，多次复测均是如此，最终1% low 帧甚至平均落后的 R9000P 8.45%，原生1600P 的表现则再一次回归平稳，平均帧数差距 1.49%，1% low 帧差距 0.74%。而在功耗方面，7945HX 的功耗对比7745HX 也就只低了3瓦，并没有核心多、规模大就能节能的说法。综合来说，骁龙16 Pro 这颗7945HX 完全没有能够在游戏中发挥其核心翻倍的实力，对比只有8核的7745HX， 只有在 CSGO、彩虹6号这样的高帧率电竞网游当中优势明显。然而这些游戏本就基础帧数非常高，即使是7745HX 也能够提供完全超出屏幕刷新率的帧数。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点并不是说7945HX 对比7745HX 就完全没有游戏上的优势，因为桌面端的性能测试已经证明了 R9 比 R7 终究还是高一等，而是说在笔记本上，尤其是搭载4060这样终端性能的显卡，游戏的性能瓶颈几乎完全落在 GPU 上，处理器的差距根本无法为实际的游戏性能带来根本的改变。游戏帧数上没有明显的性能差距，但是实际的使用体验上，配置更高的骁龙16 Pro 反而比 R9000P 体验更差，机器预设风扇曲线非常糟糕，游戏当中常年都是顶着风扇最大转速跑，噪音一直徘徊在60分贝，对比运行噪音54分贝的 R9000P 几乎是天壤之别。而宝龙达的这个控制台也是完全的废物，和 Legion Zone 站在了2个极端，后者是无用的功能塞得太多，而前者根本就是什么功能也没有，就只能切换性能模式、键盘氛围灯背光以及独显直连功能键开关，降压没有，频率调节没有，最重要的风扇曲线调控也没有 ，BIOS 也是干净的跟白纸一样，重要功能全部缺位。这意味着机器没有任何的性能上升空间，也没有任何可以改善这糟糕透顶噪音体验的机会，拿着更高的配置做更烂的游戏体验，只能说这也是3线品牌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接下来我就顺势进入散热实测环节，室温26度，狂暴模式电高单烤 FPU， 处理器封装功耗稳定在105瓦，温度84度，噪音55.5分贝，双烤在56加120瓦左右，显卡功耗波动严重，温度75加75度，噪音达到了60分贝，风扇调度非常激进，严重影响了使用体验，而且风扇曲线不可调控，机器在不电高的情况下，单烤下滑到92瓦，双烤则掉到56加115瓦，温度78加78度，烤机过程中表面温度控制也十分堪忧，中部温度达到了烫手级别。综合来说，骁龙16 Pro 的散热能力本身是足够的，
先前其他奔驰当中的测试已经证明了这套散热完全能够保证7945HX 的充分和稳定释放 ，CPU 的性能是绝对得到保障的。但是，一旦加入显卡负载，立刻就会暴露出风扇调度垃圾的问题。其盲目拉高风扇转速带来了巨大的使用噪音，然而功耗和表现却并没有提升，仿佛荒地一样什么也没有的控制台，还使得用户根本没有办法避免自己的耳膜被毁灭的命运。外部接口方面，机器除了常规的 HDMI、RJ45 3.5接口之外，还配备了2个 USB 3.2正2×2，一个3.2正2，一个2.0，合计4个 A 口，还有一个全功能 C 口。4AEC 的扩展性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同时 ，C 口还支持100瓦 PD 充电，实测 PD 下 CPU 功耗可达到30瓦，但是显卡功耗只有12瓦，处于完全不可用状态。机器基本只能够处理 CPU 计算任务。接下来进入拆机展示环节，机器的拆解非常繁琐。首先拧下地面的8颗螺丝，还要拧下尾部的2颗螺丝。先拆下黑色的尾部，这一步如果是第一次拆会非常难搞，需要大力出奇迹。然后再拧下藏在内部的4颗螺丝，才可以打开后盖。内部布局乍一看还是很唬人的，一根粗热管贯穿链接后鳍片，一根贯穿核心，但是只连接单侧鳍片，2个细热管连接侧鳍片。风扇的直径和厚度也很大，对应核心的位置有小块 VC 均热板覆盖。导热材料用的是相片片，散热的规模给的是很足的。内部是7945HX 和4060，没想到 CPU 也能有比 GPU 大一整圈的机会。下方是一对叠放的三星4800兆赫兹内存，实测读写如图。左侧为主盘位，原装一条三星的 PM9A1，读写如图，没有散热片，建议自行加装。网卡是 RZ608，其实就是 MTK721K。右侧还有一个空盘位，可以加装2280固态。再放电池看着很大，其实容量只有60瓦时，续航表现烂出了天际，70%亮度 ，WiFi 蓝牙开，混合模式、节电模式、安静模式全开。PCMark 10续航测试只有1个小时48分钟，几乎是1分钟掉1%，完全不具备任何的外出续航能力，基本只能够固定地点插电使用。不过有一点好处是，机器配备了280瓦的氮化硅充电器，重量和体积都非常喜人，整装旅行重量只有3公斤出头，方便了从一个插座到另一个插座之间的移动。两侧是扬声器，随之和 R9000P 对比。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华年，从此停顿。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总结环节，机械革命骁龙16 Pro 在我看来完全颠覆了机械革命今年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在此之前的同方模具产品，完善的控制台以及良好的风扇曲线调度，使得其使用体验其实完全不输一线。极高的 BIOS 可玩性也让它随时能够制霸各类跑分榜单。但是到了骁龙16 Pro 上，立刻就完全倒退回3线、4线笔电刻板印象的集大成者。还不错的外观设计，眼前一亮的配色方案，但是却搭上了经不起近看的质感，稀烂的外设手感。强大的核心配置以及配套的散热模具，却搭上了脑子进水的风扇调度，巨大的高负载噪音。如果只看纯粹的性能，那你买到的就是超值。但是除了性能以外的任何东西，那都是另外的价钱，是你在它身上不要想去追求到的了。用3线高配笔电来形容它，不如说骁龙16 Pro 定义了什么是刻板印象的3线高配笔电。选购建议方面，其价格完全就是卖个核心配置，毕竟一套带保修的7950X加3060 Ti 的超便携 ITX， 还带 UPS 带高刷显示器，用8000块钱是绝对拿不下的。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对于 CPU 的多线程性能有极端重度需求，没有这32框框，干活真的就不利索。但是预算又较为紧凑，为了性能愿意牺牲体验，那么骁龙16 Pro 就是目前阶段万元以内最强的 CPU 渲染工作站。但是如果你是臭打游戏，或者又只是买来办公娱乐的用户，在日用场景里，不仅 CPU 的性能根本无从发挥，糟糕的调度反而会
会让使用体验更差，更别提糟糕透顶的续航，让它几乎只能够在固定地点使用。其舍弃体验、追求性能的取舍，完全不适合主流用户群体。为了理论的跑分和自己根本体会不到差异的性能而牺牲掉自己的使用体验，真的值得吗？这个问题就要留给大家自己去解答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有意思的观众不妨点一个免费的赞，觉得有帮助的观众也欢迎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接下来频道将会给大家带来几期不太一样的内容，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我是麦香牛奶咪醋，我们下期再会。